今天是中秋节，宫里举办了宴会。皇上下旨，让朝中4品以上的官员带着家中年满12岁的子女进宫赴宴。这不，宋侍郎和宋夫人只好带着2儿2女进宫了。就这样，宋瑶瑶第一次进入了皇宫里。今天终于可以大饱口福了。宿主，淡定淡定，不要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哇，乖乖，你看这个龙凤吉祥，里面都是鲍鱼和山珍海味，看得我口水直流。哦，还有这个富贵牡丹，家是用牡丹花瓣作为装饰，玫瑰花瓣和蜂蜜制作而成的果冻。一会儿我可得多吃几口。哎，这个杨氏鲜果看着也不错哎，里面都是荔枝、龙眼、火龙果这些水果。你说说，我到这个世界都10几年了，我都快忘记这些水果是什么味道了。想吃想吃。听着这些尖叫声，宋侍郎、宋夫人还有宋家的另外3个子女都稳稳当当地坐在那儿。他们这10几年以来啊，都已经见怪不怪了。自从宋瑶瑶出生还是个小婴儿的时候，就经常会和一个吃瓜系统聊天。他们想提醒宋瑶瑶不要在心里随便议论别人的八卦，可是提醒的话就卡在嗓子里，根本就无法说出来。知道别人那么多的隐私，肯定会招来杀身之祸的。为了女儿的安全，宋侍郎夫妇一直把宋瑶瑶关在府里，10几年以来都没有让她出过府门。不知道这趟进宫是福还是祸，刚才瑶瑶的尖叫声也不知道在这皇宫大殿之内有多少人听到了。只见上首的皇上、太后、皇后都疑惑地看向四周，好像在寻找着什么。看来有些人也是能听到瑶瑶的心声的，有些则是听不到的。乖乖，这个荔枝、龙眼、火龙果，似乎看着没有那么新鲜。有的吃就不错了，你还挑3拣4的。你当还是现代社会呢，几个小时飞机就可以直运过来了。也是，就这样的品相，也是快马加鞭，日夜兼程送到京城的。确实，有的吃就不错了，我也就不挑了。现代社会是什么啊？几个小时？那是什么计时法？飞机又是什么？是会飞的鸡吗？这么珍贵新鲜的水果，还有人嫌弃？听那口气，似乎人家吃过比这更新鲜的。刚刚明明在场所有人的嘴巴都没有动，那声音到底是哪里来的？难道这是新生？不是说宫宴上有歌舞，有世家贵女们的才艺大比拼吗？这都开席好一会儿了，怎么什么节目都没有啊？不会就让咱们这么干坐着大眼瞪小眼吧？呱呱也不知道啊。宴会开始吧。这宴会正式开始。哇，这小妖扭的，我要是个男人，我的魂儿都要被勾走了。想想那搂着小妖在怀的感觉。宿主，你不要笑得这么猥琐好不好？记住自己的身份，你是一个女子，女子是要矜持一些的。哎呦，知道啦，我也就是在心里嘀咕几句，又没有人能听得到。他们怎么都集体咳嗽起来了？难道这茶水有问题？宿主，我检测过了，这茶水没有问题。这样啊，既然不是茶水的问题，可是他们为什么会集体被水呛到啊？可能是他们看到这些舞姬
也有些想入非非了吧？哎，我就说嘛，只要是个正常男人，哪有不被这些舞姬们勾住的？我们没有被舞姬勾引住，你不要乱说。哎呀呀，呱呱，你快看看人家的杨柳细腰，再看看人家的青松玉指，哇，那个舞姬也太有料了吧，简直就是波涛汹涌。再看看我的，宿主，你还小，发育以后你也会和他们一样的。但愿吧。在场不少夫人和小姐们的脸都红了，有些不明所以的人问：哎，你们的脸怎么红了？是大殿中人太多热的吗？这个该死的丫头，平时在府里虽然心声也是不着调，可也没有像今天一样什么话都敢说呀。在场能听到心声的人可不少，这丫头怕是以后嫁不出去了。哎呀，各位爱卿，中秋佳节团圆之际，我们在场所有人都说一两句祝福语，或者赋诗一首，大家觉得怎么样？听到这个提议，所有人的眼睛瞬间都亮了。哎，这个好啊，这下呀，他们就可以知道新生的主人是谁了。哎呀，这个提议不错，臣赞同。臣复议。不是文官和武官一向不合吗？可现在这是怎么了？什么时候这些文官和武官的意见这么统一了？看来小女儿的秘密终究是要保不住了。等大家知道刚才是小女儿的心声后，瑶瑶该怎么办？侍郎府又会面临些什么呀？哇，呱呱，这皇上长得也太帅了吧！虽然年龄大了一些，可是不难看出来，年轻的时候是何等的英俊帅气。这皇后娘娘也太漂亮了吧！面容如同初春的桃花，娇艳欲滴，双眸明亮如星辰，鼻梁挺直，唇瓣如花瓣一样娇艳欲滴，好一个倾世佳人。哎，呱呱，皇后娘娘笑了，这笑容都能让我感觉到春天的温暖了。嘿，这就是太后娘娘，我怎么觉得她慈眉善目的，就和寺里的菩萨一样呢？宿主，人家都等着你说祝福语呢，你不要犯花痴了好不好？知道了，这还不是我娘出门的时候再三叮嘱我，进了宫不准我乱看，加上我刚才光顾着吃了，都没仔细看看皇上他们长什么样子，现在离得这么近，我就不由得多看了几眼。哎呦，你别催了，我这就说祝福语。皓月当空，银光洒落，愿大家的人生如同这中秋之月，圆满如意，光彩照人。宋瑶瑶刚走到大殿中央，那道新声再次响起的时候，大家就已经猜到了，这新声的主人呐，可能就是面前的这位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是谁家的孩子？朕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回皇上，臣女乃是宋侍郎府嫡次女宋瑶瑶，臣女以前没有出过门，今天是第一次出门。这孩子哀家甚是喜欢，赏翡翠手镯一对儿。这孩子本宫也甚是喜欢，赏珍珠红宝石步摇一只。娘，你帮我收着。好。呱呱，我怎么就得了赏赐呢？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太可爱了，大家都很喜欢我？果然，我就是那个最有魅力的仔。宿主，你能不能有些自知之明？你还是个小屁孩，不看脸，只看你的身材，都分不出来你的前胸和后背。哼，呱呱，你个垃圾系统！宿主，危险，危险！这群舞姬里最后一排那个最高个子的是个杀手。啊，杀手！啊，我的天，我的娘，这也太可怕了吧！只参加个公宴还能遇上刺杀？宿主，他是个男人，是男扮女装混在这堆舞姬里面，
他想趁机刺杀皇上。他的武器是一把软剑，就缠在自己腰部。他的袖口里还藏了匕首，匕首上涂了剧毒。这个怎么办？我要怎么提醒皇上，提醒在场所有人？我要是直接提醒他们的话，皇上会不会把我当做杀手的同伙？哎呀，让我想想这可怎么办？哎呀，这关键时刻我这脑袋瓜子怎么什么办法都想不出来啊！呱呱，我还没想出办法呢，他们怎么就打起来了？哇，那个护卫用的是断子绝孙脚吗？好厉害啊！他也太帅了吧，简直就是我的偶像。宿主，你不要给人家的武功瞎起名字好不好？好好的武功招式，怎么从你嘴里出来就那么猥琐呢？你还是先不要吃瓜看戏了，你的屁股还在桌子外面呢，赶紧藏好，免得被误伤了。这宋家的小姑娘表面文文静静的，没想到内心这么狂野，简直就是一个活宝啊！娘，有刺客，我害怕。怎么办呢？孩子是亲生的，还是回去后多费费心，再教育教育吧。不过不知道回去后立马教导还来不来得及，知道害怕还不知道躲远一些。知道了，我下一次一定躲得远远的。你还希望有下次啊？娘，你别生气，我口误，纯属口误。回家之后我给你捶捶背，捏捏腿，怎么样？好。这会儿刺客已经被制服，压在了地上。护卫卸了刺客的下巴，又拿出了刺客藏在牙缝里的毒药，随后又在刺客的身上一阵摸索之后，拿走了刺客藏在腰间的软剑。最让人无语的是呀，护卫从刺客的胸前摸出了2个大白馒头。刺客男扮女装，袖里藏着匕首，腰间藏着软剑，这和之前那个呱呱告诉宋瑶瑶的情况全部都对上了。难道这个呱呱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呱呱，他们这是怎么了？我脸上有花吗？怎么都这么看着我？呱呱也不知道啊。按理来说，宫宴上发生了刺杀的事情，这宫宴也该结束了。可现在怎么收拾收拾，宴会又开始继续了？是我经历的太少，还是在座所有人的内心太强大了？老了，果然还是我安稳日子过得太久了，有些经不住事了。小姑娘，你听听自己都说了些什么？你才12岁，还是小屁孩一枚，哪里就老了？你要是老了，在场比你年纪大的人多了去了，那我们又算什么？老妖怪吗？呱呱，你不是能探查到距离我10米以内那些人的瓜吗？我这会儿实在是无聊的紧，你说来听听呗。宿主，我早就有些忍不住想告诉你了。之前看你吃的那么欢，后面你又被美女吸引住了，我也就没有扫了你的兴。既然你现在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看到坐在你们不远处的那个从四品通义大夫没有？就是那个身材消瘦，留着长须，看起来一副文人模样的中年男子。看到了，怎么了？别看他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其实就是个人渣。从四品通义大夫，名叫刘光绪，他从小聪慧过人，父母把他送去私塾读书，父子讲什么他一学就会，还能融会贯通，一众学子中格外出众。王夫子很喜欢刘光绪这个学子，就和刘光绪的父母商议后，给自家唯一的闺女王秀秀和刘光绪定了娃娃亲。刘光绪10岁这一年，他的父亲为了他的束修去山里采药，
不慎掉落悬崖，尸骨无存。家里本来就贫困，这下没了刘父，家里就更加贫困了，吃饭都成了问题，就别提继续读书了。刘光绪面临着退学的境地。这时刘牧拿着那纸婚约找到了王夫子，要求人家供刘光绪继续读书。王夫子看着刘光绪，觉得他确实是个读书的料，现在退学实在太可惜了。再说他就这么一个闺女，他也希望女儿以后能过得好，也就同意了。但资助刘光绪继续读书的前提是王夫子老了，女婿和女儿必须给他养老。毕竟王夫子的夫人早早就去了，现在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可以依靠了。为了能继续读书，刘母和刘光绪就答应了。王夫子的女儿王秀秀是一个小家碧玉型的女子，王夫子也教她读书识字，也是一个很有才情的女子。刘光绪在外读书的时候，王秀秀时常去刘家照顾刘母，帮着洗衣服做饭，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刘母。刘光绪也确实是块读书的料，几年后考取了秀才。为了能更好的学习，刘光绪提出要去县城的书院读书。王夫子想了想自己的家底，咬咬牙也就同意了。自从刘光绪考上秀才以后，刘母就开始嫌弃王秀秀，觉得他根本配不上自己的儿子。但刘光绪还要靠着王夫子继续读书，虽然看不上王秀秀，也没有做得特别过分。这刘母简直是又当又立，无耻至极。谁说不是呢？刘光绪到了县城以后，没想到没多久就勾搭到了一位富商家的千金小姐李慧兰。李慧兰很欣赏刘光绪的才学，刘光绪借机把自己说成了一个被自己夫子逼迫不得不娶夫子的那个丑八怪女儿，把自己说的要多惨有多惨，还说夫子仗着这桩婚约逼着他以后要给夫子养老。李慧兰一听就炸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哪有女婿给岳父养老的？这不合规矩，不合礼法。李慧兰越想越生气，就找人买通了一伙盗贼，直接闯进王夫子家，残忍地杀害了王夫子和王秀秀。盗贼还把王夫子家里翻得乱七八糟的，做出了一副入室抢劫的样子。这也太丧心病狂了吧！呱呱，那伙盗贼最后被官府抓到了吗？查到李慧兰头上没有？这他妈也太狠了，没看出来呀！刘光绪这么歹毒，想除掉王夫子和王秀秀，却挑拨李慧兰，让他做了那把杀人的刀。盗贼被李慧兰后面派出去的人给悄悄处理了。邻里发现王夫子和王秀秀的尸体的时候，都已经是好几天以后了，两人的尸体都臭了，邻里立马报了官。可是当地的府衙什么都没有查出来，这事儿也成了当地的一桩无头悬案。在刘光绪的花言巧语下，李慧兰在没有三媒六聘的情况下，就和刘光绪苟合到了一起，还有了身孕。被李老爷发现的时候，李慧兰的肚子已经显怀了。李老爷得知了刘光绪的才学后，觉得他们李家有一天可能会因为这个姑爷带着他们一家飞黄腾达。虽然李老爷对刘光绪和自己的女儿无媒苟合很不满，但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而且为了以后的荣华富贵，也就同意了两人的婚事。他们李家家大业大，还是能养得起刘光绪的。就这样，刘光绪没有花1分钱的彩礼，就娶到了富商家的千金，也因此过上了不愁吃喝的好日子。刘光绪手里存了一些银钱后，就在外面买了一处宅子，买了仆从丫鬟，把刘母接到了县城里，过起了老夫人的生活。
因为李老爷的缘故，刘光绪也认识了不少富商，他也慢慢有了野心，已经开始不满足于被李老爷压制的生活。刘光绪和外人合谋，把李老爷的几个儿子弄死的弄死，弄傻的弄傻。李老爷怀疑有人针对他们家，却根本就没往刘光绪身上想。主要是刘光绪平时一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模样，骗过了李老爷，弄死了李老爷的那些儿子们。刘光绪抓了李老爷贴身侍从哥哥家的2个儿子，逼迫那个侍从给李老爷下毒。那个侍从没有生育能力，他们家的香火还要靠哥哥的2个儿子传下去，那2个孩子一定不能出事，他只能背叛了李老爷，给他下了慢性毒。1年后，李老爷毒发身亡，刘光绪掌握了整个李家。老天还真是不开眼，刘光绪几年后中了举人，后又一路到了殿试，最后被当今皇上钦点为榜眼。打马游街的时候，刘光绪现在的夫人程勤勤看上了他。程勤勤是镇国公府的庶女，虽说是庶女，但是配刘光绪绝对配得上。当刘光绪得知镇国公府想把庶女嫁给他的时候，很是开心，但看到程勤勤长相的时候，又是一脸嫌弃和鄙夷。虽然他很嫌弃程勤勤又胖又壮，没有一点女神味儿，可是和权势比起来，一个丑女人算得了什么？国公府的女儿绝对不能做妾，刘光绪也只能把李慧兰贬妻为妾了。李慧兰怎么可能甘心？但是刘光绪态度强硬，李慧兰没了办法，只能用当初王夫子和王秀秀的死，企图逼迫刘光绪打消贬妻为妾的念头。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在李慧兰去寺里上香的时候，让人扮作山匪杀了李慧兰和自己的女儿。李慧兰死后，刘光绪装作一脸深情的样子，人人都说他有情有义，对李慧兰一往情深。李慧兰死后再也没了阻力，刘光绪用李家的钱财下聘，娶了程勤勤。在镇国公府这些年的帮持下，刘光绪做到了现在的从4品通议大夫。虽说通议大夫是个闲散官职，但这好歹也是从4品官职，这可比其他人要少奋斗几十年呢。没想到刘光绪平时一副文人做派，没想到会干出杀恩师、杀未婚妻、杀妻杀女的事情来啊！这人呐，还不能真的只看表面啊。呱呱，这就是所谓的无毒不丈夫吗？刘光绪这人一路都是靠着女人走上来的，还真是个软饭男，杀了这么多人不说，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没有放过，虎毒还不食子呢。这刘光绪简直就是畜生不如的东西，这样的人让他做了官，百姓还有好日子过吗？还好现在只是个闲职，这要是到了朝中重要的位置，看不惯谁还不直接弄死。朕的臣子里怎么会有如此歹毒的人？这要哪天看不惯朕这个皇帝，是不是也要杀了朕？哎，呱呱，你说镇国公知道刘光绪的这些事情吗？知道，嫁女儿之前，他可把刘光绪祖上几代都查了个清清楚楚。哦，呱呱，这镇国公府也不怕刘光绪得了势以后，他们也落得和李老爷家一样的下场。镇国公可是自信得很，根本就没把刘光绪放在眼里，当然不害怕了。哼，把这样一匹狼放在身边，有镇国公哭的时候。各位爱卿，你们都听到宋侍郎的嫡次女宋瑶瑶的。哎呀，皇上，您没事吧？皇上摆摆手，他试了好几次，只要自己想说心生毒心之类的字眼，就会出现这样窒息的情况。刚才宴会上，你们都听到了吗？听不到的，就先回宴会厅去。
宋侍郎，臣在。说说宋瑶瑶的情况吧。是，小女宋瑶瑶自出生起，我们就能听到她的心声。我和夫人还有其他3个孩子都能听到，可是家里的丫鬟、婆子、小厮他们是听不到的。那个叫呱呱的系统，小女一出生的时候就是跟着她的。从小和呱呱的对话中，我们了解到，小女是带着上辈子的记忆投胎到我们家里的。还有，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已经验证过很多次了，只要是小女和呱呱提及的事情，都是真的。那刘光绪杀恩师、杀未婚妻、杀妻杀女的事情是真的了？真看不出来啊，刘光绪如此的心狠手辣。和这样的人同朝为官，我们都得多长个心眼儿。怎么会有这么狼心狗肺、畜生不如的人？这种人根本不配做官。为什么一些人听得到，一些人听不到？这个臣也不知啊。自宋瑶瑶出生以来，你们就一直要她关在府里？是，那个叫呱呱的系统知道太多他人的隐私，为了小女的安全，臣不得不这么做。对于宋瑶瑶的前世，你知道多少？偶尔会听到小女提起那么1、2句，小女和呱呱说的那些话，臣和家人们完全听不懂，所以臣无从得知小女的前世是什么样子的。朕倒是好奇，今天宋瑶瑶提到的飞机是什么？是会飞的机吗？臣不知。算了，以后有的是机会搞清楚。至于刘光绪的事情，朕已经派人去调查了，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快就会有结果。关于大家可以听到宋瑶瑶查这件事，众位爱卿回去以后告诫家人，一定不能让他本人知道，否则定斩不饶。是。呱呱，我就不明白了，我都已经12岁了，我怎么就不能出门了？小时候说怕我被拐子拐走，可是现在我都已经长大了，还拿这套说辞来搪塞我。话说回来，少女被拐的也不少，你爹娘也是为了你好。呱呱，你到底是站在哪一头的？我当然是站在你这头的，不过你父母说的也没错，你好好想想吧。好像也是，拐卖少女的事情也不少，像我这样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美少女，被人盯上也是能理解的。唉，都怪我自己这该死的魅力，太招人了。哼，宿主没有一点点的自知之明，又自恋上了。宿主，虽说你父母是好心，但是你还是要想办法说服他们，要让你出府门。府里每个人的瓜咱们都吃遍了，连厨房门口那条狗子的瓜咱们都吃了，再不吃新的瓜，呱呱的能量都要补充不上了。知道了，我会想办法的。这段时间，宋瑶瑶找了很多的理由和父母说出府的事儿，父母异口同声就是不同意，反而又多派了一些人把守住府门。行吧，不出去就不出去了。宋瑶瑶端上自己的小马扎，又去后院找那些婆子们了。几天之后，皇上派去调查刘光绪的人回来了。真是好歹毒的计策。看来宋侍郎说的是真的了，只要是宋瑶瑶和那个呱呱提及的事情，一定都是真的了。皇上下令让御林军统领带领人直接围了刘光绪的府邸，随后王权带着圣旨把刘光绪以及家眷全部押入了大牢，紧接着就抄了刘光绪的家。去城外白云寺，务必请了然大师来一趟。朕这里有10万火急的事情，需要大师解惑。是。了然大师，好久不见。阿弥陀佛，陛下，好久不见。我已算出皇上想问什么。早在12年前，我夜观天象，就已得知天凤皇朝有福星降世啊。什么？
12年前你就已经观测到了，可你为什么没有告知朕？当时福星虽然降临在了天凤王朝，可福星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孩子，他与陛下还不是见面的时候。如果强行见面，可能会导致福星早早夭折，所以老衲才没有告知陛下。那福星是？陛下不是已经见过他了吗？再说，陛下今天请老衲来，不就是为了福星的事情吗？你是说，宋瑶瑶就是那个福星？不错，福星会给天凤皇朝带来前所未有的福运，还请陛下好好利用这份福运，造福百姓。福星的特殊之处，会不会被其他3国发现？陛下不用担心，不会被发现。冥冥之中，早已注定好了一切。朕知晓了。第2天吃过午饭，王权就带着一道圣旨来了侍郎府。啊，我干什么了？怎么就要接旨了？小姐，赶紧焚香沐浴吧，王公公在外面等着呢。好。宋二小姐来啦，那就接旨吧。方天承运皇帝诏曰：兹闻宋侍郎之女宋瑶瑶才德兼备，足以为女子之表率。朕特封其为从六品起居舍人，次日跟其父一起上朝亲子。宋瑶瑶不知道起居舍人是什么官职，可是家里其他人都知道啊。皇上这是什么意思？起居舍人那是什么官职？负责记录皇上平时的言行，包括上朝、处理政务、与大臣商议等等的记录官。瑶瑶才12岁，让一个小姑娘每天跟着一个糟老头子，皇上这是要干什么呀？小宋大人，接旨啊！臣宋瑶瑶接旨。恭喜小宋大人，贺喜小宋大人。王公公，皇上这是什么意思呀？我们家瑶瑶才12岁，每天跟着皇上记录皇上的言行，这……哎呀，宋大人多虑了，皇上让我带句话给你们。小宋大人只负责皇上上朝时的言行，朝堂与大臣们商议朝政的记录，其他时间的记录不用小宋大人操心。那就好，那就好。爹，你和皇上去说一说，我不想去上朝。再说宫里的女官都是要待在后宫里供皇后娘娘差遣的，朝堂上除了我一个女子，就再也没有其他女子了。我不想去。瑶瑶啊，皇上是不可能收回成命的，你就乖乖的跟着爹一起去上朝吧。你只负责记录皇上上朝时的言行，朝堂上与大臣们商议朝政的言论即可，活儿还是比较轻松的。爹，这不是活计轻不轻松的问题，我才12岁，我真的不想去上班。哎呀，爹，我求求你了，你去跟皇上说说，让他收回成命好不好？这皇上到底看上我哪一点了？我改还不成吗？圣旨已下，由不得你不同意。哎呀，你都多大的人了，坐没个坐相，站没个站相，你能不能站好了？不能。我就喜欢靠在娘身上嘛。娘，你能不能让爹去跟皇上说一说？不能，圣旨一下，天王老子来了，你也得去上朝。行了，今晚娘让厨房给你做你喜欢的红烧肉，总行了吧？那娘，我还想吃松鼠桂鱼。行，今晚都给你做。行吧。我才12岁啊，怎么稀里糊涂就要过上打工人的生活了？瑶瑶好沮丧，
瑶瑶好忧伤，怎么办？凉拌、干拌，怎么办都成。宿主，这书是你又托财买的婆子从外面买回来的？是啊，乖乖。哎，我和你说啊，这个七号寡妇很凶猛，直接壁咚了隔壁的俊俏小书生，撩得人家小书生心神荡漾的时候，又直接出神离开了。渣女怎么就能这样离开了呢？裤子都脱了，就这。宿主，你记不记得你明天5更天就要早起去上场？哎呀，知道了，别催了，我再看一会儿。这个七号寡妇不行啊，感觉她就是喜欢聊骚，又不敢来点实际的。哎呀呀，你喜欢你就上嘛！哎呀，看得我都替七号寡妇着急。别吵，让我再睡一会儿。小姐，你不能再睡了，赶紧起床！今天你还要跟着老爷一起去上朝呢。瑶瑶，老爷，小姐醒了吗？没有，奴婢叫了半天，小姐都没有起来。去帮碧桃，一定要把小姐叫起来。是。瑶瑶，醒醒！爹，我再眯一会儿啊。好吃，爹好吃。哎呦，我怎么就生了这么一个不着调的女儿啊！我和夫人两人也算是郎才女貌，2个儿子也是人中龙凤，大女儿也是京城中有名的大家闺秀，只有这个小女儿一身的纨绔样，这都已经12岁了，再过几年就要及笄了，就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嫁得出去吗？哎呀，不能想，一想啊就觉得头疼。老爷到了。瑶瑶醒来了，咱们到了。宋瑶瑶被皇上封为从六品起居舍人的事情已经在京城中传开了，以女子之身能上朝的宋瑶瑶还是第一人，有人羡慕也有人嫉妒，但他们都没有宋瑶瑶那样的能力。想必皇上之所以封宋瑶瑶官职，应该也是看在她有特殊能力的份上。其中一人，礼部侍郎严大人，他前几天因为身体不适没有参加宫宴，还不知道宋瑶瑶的特殊能力。一个新科状元，还要从9品县官做起，凭什么一个一无是处的小丫头被封了从6品的官位？真是越想越觉得不服气。宋侍郎，你家可真是走了狗屎运。听说你的嫡次女被封为了从6品的起居舍人，既然孩子都当官了，就应该有当官的样子。你看看，你这么扛着小宋大人，成何体统啊？宋侍郎，不是我说你呀，疼爱孩子是没有错，但也要有个限度，不能宠溺孩子。孩子嘛，还是要从小教导。谁家12岁的大姑娘了，还要老爹扛着走？这要是传出去，以后还怎么嫁人？孩子要是个懒骨头，那就是打少了。我和你说呀，咱们自古奉行的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棍棒底下出状元。你家这丫头明显就是打少了。爹，放我下来。瑶瑶，你醒了？醒了。这位大人，你今天早饭吃的是什么？早饭吃的粥。哦，怪不得呢，想必喝粥一定吃了不少咸萝卜吧？怪不得咸吃萝卜淡操心呢，原来是咸萝卜吃多了，需要疏解疏解咸味儿。哎，你大胆，你放肆！你什么你？我还放5放6呢，真是吃着自家饭操着别人家的心，也不怕操心操多了直接猝死过去。你敢诅咒我去死？我要指名道姓吗？这年头听说过抢钱抢功劳抢美名的，还是第一次听说抢着去死的呢。黄口小儿，
你怎么敢这么和我说话的？切，老菜帮子，在这里摆什么谱呢？别人怕你，我可不怕。我懒不懒关你屁事啊？还怂恿我爹打我，这是显得你脸大。先撩者贱，哼！宋侍郎，你就是这么教导女儿的？就让她这么一个小丫头片子指着长辈的鼻子骂吗？我女儿说的没错，先撩者贱。你们，切，你是谁的长辈啊？别以为年纪大就能给谁都当长辈了，还真把自己当颗大瓣蒜了。你，爹，咱们赶紧走，这人不会一会儿躺在地上碰瓷吧？到时候说咱们把他契约了，要讹咱们钱，那该怎么办？我这才第一天上班，还没领到月俸呢。看样子他是准备要躺地上了。瑶瑶，咱们赶紧走，和钱沾边的事儿绝对不能马虎，可不能让人讹了去。还能这么损人？这小宋大人可真是够毒舌的啊！没见过严大人快要气得晕过去了。听到小宋大人最后的几句话，硬生生又挺了过来。从刚才的事情上就能看出来，宋丫头是个睚眦必报的主啊！惹了她，那丫头就能和那个叫呱呱的系统把你的底裤都扒得不剩。严大人还真是不长眼，怎么惹了这么一位祖宗啊？不过这下可有好戏看喽！这帮老东西们，也就成天喜欢和朕对着干，在朝堂上把朕气得半死，可朕还偏偏拿他们没有办法。现在有了这么一个硬刚的丫头，吃瘪了吧？有了这丫头，这朝堂上乃至这京城中，以后有的热闹了。对了，派4个暗卫去保护那丫头，别让人给害了。是。小宋大人，咱家已经等候多时了，咱家这就带你去见见江大人。江大人好。你就是宋侍郎的嫡次女宋瑶瑶。哦，是。好，是个有灵气的丫头。过来，我和你说说你的工作。是。今天你第一天当值，你先在一旁看着，看我是怎么记录的。明天开始，你就要自己开始记录了。是。皇上驾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众爱卿平身。皇上，臣有本启奏：女子进朝堂实属不妥，自古至今都没有这样的先例。嘿，这刚一上朝，这老登就跳出来了，他这是像疯狗一样撕咬着我不放。我还没找他麻烦呢，没想到他就主动送上门来了。活着不好吗？非要上赶着找死。哼，既然你这么想死，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宿主，这个老登上蹿下跳的，就是条疯狗。宿主，砍他！呱呱，这个人是谁？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呢。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人，他怎么就撕咬着我不放呢？这严大人上赶着找死，招惹谁不好，非要招惹这个丫头，这下要被扒得连底裤都不剩喽。也有第一次听到宋瑶瑶和呱呱对话的，虽然好奇谁这么大胆，敢在朝堂上大肆喧哗，可是看到皇上和周围的大臣都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怀疑自己幻听了。这刚才的声音明明就是一个女子，这朝堂上唯一的女子就是那个宋瑶瑶了。可是刚才宋瑶瑶明明没有张嘴说话的。那这是那丫头的心声。严大人也听到了刚才的对话，气得要死。刚才的对话显然就是那个该死的丫头和一个叫呱呱的对话，左一个老登，右一个老登的。虽然他不知道老登是什么意思，但肯定不是什么好话。他刚才盯了那丫头很久，他明明就没有张嘴啊。这对话，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是心声？宿主，老登叫严宽，是礼部侍郎，和你爹一样，都是正四品的官职。严宽和你爹一直都不对付，今天在宫门口找茬，也是嫉妒你爹和你。哇，呱
呱呱，这个人也太不要脸了吧！他几多个锤子，要怪就只能怪他生不出一个像我这样优秀的孩子来。他应该好好找一找，是不是自己的基因有问题？就是，这小兔崽子，一个姑娘家的，怎么满口的污言秽语？呱呱，有没有关于这个老邓的瓜给我说说，也好让我高兴高兴。我都想好了，等我知道了老邓的秘密，我就把他的故事写下来，卖给叔叔先生。哼，这样京城里就人尽皆知了。狠呐，还是这丫头狠，就没想过给严大人留活路啊！宿主就是口嗨，不是要把这个人的事写成话本子，就是要把那个人的事写成话本子。可实际呢，谁的话本子都没写过，他就是当时气愤，心里想想，事情过去后，他早就把这些事给忘了。有的真没想到啊，这个老邓还是个女装大佬。啊？呱呱，你说什么？女装大佬？这么刺激的吗？哎呀呀！哎，我刚刚看了眼严宽，长得倒是人模人样的，真是没看出来啊！哎，呱呱，你赶紧跟我说说。那么隐秘的事情，连我的心腹和夫人都不知道，别人是根本不可能知道的呀。严宽家里父母一连生了8个女儿，最后才生了他。严父严母那个开心呐，给他起名严金宝。严金宝从小就由8个姐姐带着他长大，与姐姐们相处久了，在他们的潜移默化下，严金宝的行为就有一些偏女性化了。严金宝很喜欢女孩子的漂亮衣服，喜欢女孩子的头饰，喜欢女孩子们用的胭脂水粉，也喜欢和女孩子一起玩。到了6岁启蒙的年纪，严父严母把严金宝送去了学堂。因为严金宝娘里娘气的，学堂的很多孩子都不愿意和他玩。他们还给严金宝起了个外号，叫他假太监。因为这事儿，严金宝和同学们打了起来。这次严金宝下手很重，把对方打进了医馆。严父严母得知打架的缘由后，这才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从那以后，严父严母亲自教导严金宝，不允许他再和姐姐们一起玩，也不准他喜欢那些女孩子的东西。为了让这个儿子变得阳刚一些，严父严母把严金宝这个名字改成了严宽。严宽不明白父母为什么不准他喜欢那些东西，刚开始还反抗，被严父狠狠打过几次后，也就不敢再和父母正面杠了。哼，就看看他死咬着我不放的那个执着劲儿，我想他没那么容易放弃。不错，事实和宿主想的一样。表面上严宽是屈服了，可是背地里还是喜欢那些东西。但是他隐藏得很好，一直没有让严父严母发现。等到他高中以后，有了自己的府邸，他在自己的书房里修建了一间密室。这间密室里都是严宽这些年收藏来的女人的各种用品，什么胭脂水粉，什么女士内裤、肚兜、绣花鞋、月事带，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在那间密室里找不到的，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每天晚上，严宽吃过晚饭，借口要处理公务，都会去书房。其实他是进了书房的密室，在里面换上女人的衣服，描眉涂粉，打扮过后好好欣赏一番自己，随后才不情不愿地卸了妆，换回了自己男儿的衣服。他怎么连月事带都收藏？宿主，都是没用过的。我知道。原来这就是女装大佬的意思。原来这就是女装大佬的意思呀。那密室这件事情，
他的夫人知道吗？不知道，他做的非常隐秘，连他的心腹都不知道。宿主，严宽还有个癖好，你猜猜是什么？哎呀，猜不到你直接告诉我嘛！呱呱，让人吃瓜吃一半会遭天打雷劈的。好吧，我直接告诉你，严宽和他的夫人小妾们同房的时候，喜欢自己换上女装，让他的夫人小妾们穿上男子的衣服，然后猜严宽还是下面那个。这么刺激的吗？呱呱，有没有视频？我想看。宿主，我现在等级还不够，等我升级了以后，你就可以随时看视频了。呱呱，那你什么时候升级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有可能是明天，也有可能是后天，也有可能是1年后。升级这么随意的吗？严宽举起颤抖的手，没有说一句话，一口血直接喷了出来，随后昏了过去。呱呱，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啊？我也不知道啊。我刚才怎么看到严宽那个老登直接吐血了？而且这吐血太夸张了吧，直接比高压喷壶还喷得匀称。哦，对了，他刚才举起来的手颤抖的那么厉害，不会是羊癫疯发作了吧？应该不会吧？羊癫疯发作不是会口吐白沫，整个人抽搐吗？可是老登好像没有这些症状啊。是吗？离得远我看不太清哎，好想走过去看看。太医已经来了，大殿里乱成了一片。宋瑶和呱呱这两个罪魁祸首啊，就和没事人一样，还在点评着严宽喷血的姿势、喷出来的血量以及羊癫疯发作的症状。呱呱，这都大半天了，老登还没醒，不会真的嘎了吧？宿主，老登还有气儿呢。哦，我还以为他已经死翘翘了呢。呱呱，我回去之后啊，就把老登女装大佬的事情都写下来，卖给叔叔先生。这么劲爆的事情，到时候茶楼肯定会高朋满座。让我想一想，我觉得不能一次性买断，抽成就很不错，可以细水长流的赚钱。想到这里，我就觉得大把的银钱正在向我招手。看来啊，他们一定要和宋侍郎打好关系了，让他管好自家女儿，不要让他拿这些事情去赚钱。那小丫头缺银子的话，他们可以免费贡献一些嘛。但前提是绝对不能拿他们的那些秘密去赚钱。